嗨，你们好，我是季良，今天想给大家分享一下如何缓解焦虑。在缓解之前，先来了解一下焦虑是什么吧。焦虑分为两类，第一类是正常焦虑，第二类是焦虑症。正常焦虑是我们每个人都会有的，我们大家都体会过焦虑的感受是什么，但你也许并不清楚焦虑的原理是什么。简单来说，焦虑和兴奋一样，都是由我们身体里的肾上腺素所激起的化学反应，它驱动了我们的情感和行为。美国哈佛医学院的生理学家沃特卡农曾提出一个概念，叫做战或逃，指的是当我们在遭遇威胁时，身体里的交感神经系统会兴奋，它会调动我们全身的资源和能量，去做好准备战斗或者逃跑。在远古时代，我们的祖先生存环境恶劣，经常遭遇到生命威胁，于是就进化出了这种本能。焦虑算是一种自我保护机制，它在提醒你什么是危险的。举个例子，你有没有这种经历？比如我们在登山的时候，走到陡峭的山顶，会不自觉地感到紧张，这使我们变得小心翼翼，从而保护自己。在考试之前，我们也会不自觉地感到紧张或者焦虑，这提醒我们抓紧时间复习。焦虑告诉我们哪些事情是对我们重要的，我们要接受焦虑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，才能更好地应对它。而焦虑症就比较严重了，焦虑症会影响我们的生活、亲密关系，严重的还会导致失眠、注意力无法集中、抑郁，甚至是自杀。焦虑症并不一定是更强的焦虑，焦虑症的第一个特点是一个人在安全的地方也会感到非常危险，比如说有些人总觉得自己会被紫外线害死。焦虑症的第二个特点是，焦虑已经影响了正常生活和身体健康，比如说不想工作、胃痛、心慌等。如果两者都占的话，问题就比较严重了。正常焦虑和焦虑症的区别是什么？第一是诱因不同，正常的焦虑，它的焦虑往往来源于具体的事情，而焦虑症的焦虑往往是无缘无故就产生了。第二，时间不同，正常的焦虑往往会伴随着所焦虑的事情的消失而消失，而焦虑症的焦虑会一直伴随着患者，就算事情已经过去了，但焦虑还一直在。第三，程度不同，正常的焦虑，它的焦虑程度跟事情的严重程度成正比，而焦虑症的焦虑程度往往会大于事情的严重程度。比如说，在常人眼里微不足道的小事，在焦虑症眼里是无法忍受的。第四，处理方法不同，正常焦虑的人会把主要精力放在如何解决问题上，而焦虑症患者一般会选择把自己隔离起来，逃避问题。正常焦虑会演变为焦虑症吗？首先不要慌，焦虑症的产生原因是多种多样、非常复杂的，焦虑并不一定会演变为焦虑症，但其中焦虑循环确实是一些人的焦虑转化为焦虑症的重要原因。而要阻断焦虑循环，最好的办法就是去了解你的焦虑，解决它。我总结了几种不完全但常见的焦虑以及缓解方法，在这里要敲一下重点，不完全但常见。所有的例子都来源于我的个人经历和我身边的人的经历，它并不包含所有的焦虑，只是给你们一个参考。焦虑的原因，第一，对当下的困难产生焦虑，比如说即将到来的演讲，项目推进不下去，要和某个很难沟通的客户沟通等等。当我们遇到超出自己能力范围之外的事情时，我们就会遭受挫折，本能的想要退缩、拖延，越拖延越焦虑，越焦虑越拖延，仿佛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。第二，没有学习新的东西，有时候我们感到焦虑，只是因为在我们的工作学习当中，你感觉自己没有成长，你不满意你现在做的事情，每天都在因循守旧，每一天都在重复，这种焦虑让我们难以名状，却又无所适从。第三，把目光聚焦到别人身上，当我们的行为不是跟随自己的内心，而是跟着别人的想法走的时候，容易焦虑。长期跟着别人的想法走，还容易养成一种习惯，特别在意别人的意见，别人的一句话可能就会影响你的心情。比如说，有些女生在谈恋爱的时候会特别在意男友的想法，打扮成他喜欢的样子，学他的爱好。我并不是说两个人有共同的爱好不好，而是当一个人把所有的重心和注意力放在另外一个人身上的时候，你会变得特别容易被人掌控，别人的一句话可能就会影响你的心情，甚至还会焦虑。比如说，你今天不好看，你皮肤不好，你胖了，你不如别的女生，那么你可能真的
们会怀疑自己这里不好那里不好，甚至会影响自信。第四，过于纠结过去，过于担忧未来。其实我们人生中的很多烦恼都来源于没有活在当下。过于纠结过去的人会揪着自己过去的错误不放，或者是揪着别人过去的错误不放，不放过自己也不放过别人。而过于担忧未来的人会变得犹豫不前，不想行动。想要学一样东西，要怀疑自己是不是学得会，学了有没有用。想要追求一个人，又担心会不会被拒绝。想换一份工作，又怕父母责怪，怕找不到更好的。这些都来源于我们假想的恐惧。第五，完美主义。完美主义不仅会导致焦虑，还会导致拖延。对自己要求太高的结果是什么也不想做，总想等到那个准备好的完美时刻，但这样的时刻永远不会到来。我自己就有完美主义的毛病，经常觉得我写的东西不够完美，不想发布，拖几天也不想拍摄。每个人完美主义的事情不同，但完美主义确实是我们产生焦虑的重大原因。那怎么样解决呢？第一，只管去做，别想太多。对于第一种焦虑，是遇到困难本能会产生的退缩。可能有些人会想，我现在不够优秀，不够成功，那些成功人士就不会有这样的焦虑了吧？其实不是这样的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课题，每个人在遇到自己能力范围之外的事情时，都会产生焦虑，不管是普通人还是所谓的成功人士，只是他们知道如何更好的应对。最好的办法就是去做，而不要去想太多，容易把未知的困难具象化，你就会变得更加犹豫不前。比如说你担心即将到来的演讲，那就抓紧时间多练习几次，把脚本写得更详细，尽量做充分的准备。第二，该学习了。这个社会是一直在变化的，而我们人类又有喜欢折腾的本质。当你觉得自己的脚步跟不上社会的变化时，会感到焦虑。我的建议是每天学习一点新的东西，哪怕是你在你的工作岗位上，你觉得自己已经无法成长了，你也照样可以利用业余的时间去学习、去更新、去接触新的东西。在遇到问题的时候，首先想着怎么去解决它，而不是逃避它。你可以通过搜索引擎，可以通过看书，可以通过和比自己优秀的人交流，来突破自己的认知，去磨砺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。所以焦虑在一定程度上是个好事，它在提醒你该学习了。第三，明白你的价值只能由你个人决定，千万不要因为别人怎么对待你而轻贱你的价值感，因为每个人的价值体系和评价体系都是不一样的。人不能因为另外一个人讨厌你、谩骂你，或者是胡作非为的对待你，就怀疑自己。用股票行业 W 安全天际的话来打比方，跌的只是股票的价格，企业背后的价值从未改变。所以请一定要记得，无论有多少人喜欢你或者讨厌你，你的价值永远由你个人决定。第四，活在当下。我们总是过于纠结过去和过于担忧未来。过于纠结过去的人，纠结于过去的错误，自责也责怪别人，然后你会发现难受的只有你自己，别人可能已经抛诸脑后了。一项错误的决定，一段失败的感情，过去了就是过去了，你并不能改变什么。重要的不是过去，而是你怎样看待过去。而关于未来，太多人目标远大，觉得只有当上了 CEO， 迎娶了白富美，实现了人生梦想，自己的人生才算真的开始。现在的人生还不叫人生，只是通往人生的工具。如果你真的这么想，那就是把现在贬损成了实现未来的工具，而现在才是我们唯一真正拥有的。活在当下，注重当下的感受，你只有把现在过好了，才能拥有美好的未来。第五，找一首喜欢的歌，暂时逃离5分钟。有时候我们感到焦虑，只是因为没有勇气面对突发的问题，被想象的恐惧包围了。你需要一点时间冷静下来。我有一首歌一直百听不厌，每次我焦虑的时候，我都会听一遍，只听一遍，让自己在这首歌里平复下来，告诉自己，一首歌过后，我就要去面对我必须面对的问题。这个办法我用了很多年，一直都很管用。不管是在见重大的客户之前，还是面对重要的工作汇报，或者是面对各种工作当中的突发情况，就是这5分钟让我快速的理清思绪，冷静下来，重整心态，重新去面对问题。你们也可以试试。这
这首歌可以是纯音乐，可以是电音，随便是什么，只要能够让你冷静下来的都可以。养成这种习惯，告诉自己，这5分钟过后，我就必须去面对问题，不能逃避。慢慢的，你就会克服这种焦虑。第6，冥想。平时多练习冥想，可以平复自己的心态。有句谚语，我不记得怎么说了，大概的意思是，人每天要冥想5分钟。如果你特别忙的话，那你需要冥想1小时。冥想是通过练习呼吸的方式，把你的注意力集中在一个点上，从而把你大脑的胡思乱想暂时的屏蔽，让你回归到空白的状态当中，很能锻炼人的耐心和注意力。冥想能够清空你的大脑，就像我们的电脑一样，用久了都会卡顿，需要定期去清理更新。我们的大脑也是一样，有时候不必对自己要求太高，毕竟我们是人，不是机器。我们的生活是一个波动的状态，它并不是一条直线，你每时每刻都表现得一样好。你要接受自己有个波浪起伏的表现，有时候我们的效率就是很高，有时候它就是很低，这是正常的现象。我自己已经坚持冥想2个月了，我觉得对于我的健康、精神状态和我的效率都有了很大的提升。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试一下。第7，不要完美主义。我们很多有完美主义毛病的人，都是因为对于做成一件事情的认知只停留在从 A 到 Z 点，却忽略了中间还有很多个 BCDEFG 小点，也就是想一步登天，却忘了每一个小点都是一次成长。你只有把自己推出去，实现每一个小点，你才能进步，而不是憋足了劲想从 A 跳到 Z。因为成长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是反馈，反馈意味着犯错和从错误当中学习，这是我们完美主义的人最怕的。但没有反馈，你就无法进步，你永远无法从 A 点到 Z 点。就拿拍视频举例，我拍第1个视频的时候，我整整拍了1周，因为我总觉得自己这里不好，那里不好，我拍了大概有10几遍。但是当我真正剪辑的时候，我看了一遍所有的素材，我依然只用了大部分第1天拍的素材，因为我觉得第1天的表现最自然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因为我第1次拍视频，我的能力边界它就在那个点上，这个点它本身没有改变，所以不管我怎么纠结，我越追求完美，我的表现只会越别扭。最好的办法就是不管有多少缺陷，发出去去获得反馈，然后在每一个视频当中去获得微小的成长，而不是纠结第1个视频就要做到第100个视频那样完美，那是不可能的。第8，找别人支持。如果上述方法都没有用，你觉得你已经无法通过自己去克服焦虑了，请一定要和身边的人沟通，去找医生治疗，不要觉得不好意思或者是难堪。焦虑就和普通的感冒发烧一样，都是平常的，也是可以被治愈的。要相信自己一定会变得更好。最后，祝愿大家都能勇敢地面对焦虑，焦虑不会消失，它会伴随我们一生。认识焦虑，理解焦虑，解决焦虑，与焦虑为友，获得精神成长。那么今天的内容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感谢你的观看。如果觉得有用的话，记得3连哦。那么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